别看天气越来越冷，养花的人仍然在忙着入手喜欢的花卉，因为在秋冬这个万物凋零的季节，更要用花卉植物来装饰家里，才显得环境更有生机勃勃的美感。当然，这个季节选花也要选择容易开花好管理的。下面花就来介绍7种天冷也能开花的花种，即使是新手小白也能驾驭。这些花在天冷时，只要少管多晒晒，不需要频繁浇水，就能呼呼开爆满盆花，非常的好看。喜欢养花的你别错过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干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那么是哪7种漂亮花？下面就来一起看看吧。1. 蟹爪兰。蟹爪兰的茎叶奇特，开花别致，尤其是嫁接后蟹爪兰，开花层层叠叠，极其壮观。叶美花艳的蟹爪兰也适合新手小白，因为蟹爪兰是懒人植物，只要置于客厅有阳光的位置，天冷每天多晒晒，再给它加施磷钾肥，就可以让蟹爪兰花芽分化，孕育很多花。蟹爪兰是短日照花卉，每天晒2至4个小时就够了，上午的光照最好，比较温和。如果晒得太久，叶面蒸发大，水分蒸发后就容易软蔫。如果叶子蔫了，或者土是干燥的，就需要赶紧浇水，不然蟹爪兰可能会干死。蟹爪兰的自然花期是10月份到第2年的2月份，开花前1个月就要保持每天至少2个小时的光照，这样蟹爪兰才能进入到开花机制。这时候要注意补充磷肥，单是复合肥或纯氮肥容易只长叶子不开花。把磷酸二氢钾按照1:1000或者1:1500的比例对水化开，喷在叶子，特别是顶部叶子的正反面，7到10天一次。出花苞后可再稀一点喷，直到花苞显色后停止。蟹爪兰开花温度在10到25度，这个温度是指每日平均温度。如果你家很冷，花期会晚一些，等开春暖和了再开也不迟。如果太热，建议放到窗边冷凉一些的环境，控制温度在25度以下，更适合开花。蟹爪兰进入花期后，就要稍微修剪它，顶部的叶子小、薄、软，是没有能力冒花苞的。为了开花，可把顶部不合格的叶子掐掉，留剑状的老叶在第1位，这样才能尽快冒花苞。花期的蟹爪兰需水量比平时更多一点。蟹爪兰平时比较耐旱，但花期里不能缺水，特别是小花苞时期，偶尔一次缺水就会让花苞干枯掉落，此时尽量要仔细些，不要大意。针对北方有暖气的地区，蟹爪兰最好放在靠窗，远离暖气片或高处远离地暖的位置。暖气过热，容易烘烤花苞，光是浇水都用，水分还没输送到花苞，花苞就已经被烘干了。注意以上几点，有利于蟹爪兰开花持久又漂亮。2. 长寿花。春节临近，好多花友都开始往家里搬花了。要说最火热的年宵花，长寿可是当仁不让，每年都是 TOP 3，称霸家家户户的阳台。长寿花受到这么多花友的喜爱，也有原因的。一来，它确实颜值挺高；二来，它除了夏天、秋冬春3季都能开花；第三，它比较皮实，养护相对简单，而且扦插极易成活。即使新手小白也可以驾驭长寿花。长寿花冬天这么养，过年开成大花球。易温度。长寿花虽然冬季开花，但它不耐寒冷，最低能耐5度左右低温，低于10度的时候最好搬进室内养护。2. 浇水。长寿花属于多肉，非常耐旱，1-2个月不浇水也旱不死，所以不能频繁浇水，尤其是冬天。浇水的原则就是不干不浇，盆端起来轻了，或者摸到盆面土壤干了、发白了，就可以浇透水了。但如果冬天养护环境的温度低于10度，那就不能浇水，直接给它断水，以防浇水后冻伤、冻死。如果冬天暖气房温度20度以上，就可以正常不干不浇。如果家里有暖气，基本1周浇1次透水。如果室内温度在12至20度之间，那就考虑延长一下浇水时间，比如10天或者2周浇1次，浇的时候中午暖和的时候浇。3. 施肥。如果冬天家里没有暖气，温度低于10度，长寿花进入休眠，就不建议施肥，会肥伤梢根，导致死亡。长寿花如果处于长叶子或者长花苞阶段，是可以施肥的，但如果它已经开了，就不能施肥了，再施肥花会很快谢掉，缩短赏花时间。
长寿花施肥基本用2种就行，水溶的复合肥和磷酸2氢钾肥，在长叶子的时候每周交替使用，直至开花，这样长寿花蕾更多，会开成大花球的样子。4. 光照。长寿花是喜欢光照的，除了夏天适当遮阴外，其他季节就放家里光照好的地方，多晒就行。秋冬季节尤其需要多晒，虽然它需要短日照促花，但要想花开得多，每天最少也得保证6到8小时光照时间。如果没有外边露养条件，放在家里的室内南阳台，隔着玻璃晒也是没问题，可以保证开花的。要是长寿花不开花，最有可能的是缺肥和光照条件不满足。太多和太少的光照都可能导致长寿花不开花，光照太少会导致徒长，而光照太多又不满足花芽分化的条件。另外，长寿花有些品种，如宫灯长寿，本身就出花苞比较晚，可能到明年春天才会开，所以也是需要时间的，急不得。3. 三角梅。三角梅又名鹤春红、九重葛等，原产于南美洲，以其独特的3片花瓣造型而闻名。它不仅色彩艳丽，还能在冬季开花，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一抹生机。那么，如何让三角梅在我们的家园中茁壮成长，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呢？三角梅原产于巴西，喜欢温暖、阳光充足的环境。这是一种新手小白也可以驾驭的花卉。三角梅只要有光就开花，它耐晒耐旱，对土壤要求不严，病虫害也很少，只是怕积水。所以在盆底垫陶粒、土壤中加入火山石等增加排水性的配料，就能一劳永逸地降低养护三角梅的难度。给三角梅浇水也简单，如果开花的三角梅保持盆土湿润的状态，开花鲜艳夺目；没开花就要减少浇水频率，盆土干透浇透，不干不浇水，有利三角梅开花。想让三角梅快速开花，除了光照充足、磷钾肥定期浇灌，轻松开花满盆。三角梅生长速度较快，要及时修剪，保持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。此外，修剪还能促进花香，让香气更加浓郁。三角梅是勤花盆栽，即使天冷后，只要温度在15度以上，三角梅仍然开花不停歇，受到众多花友的追捧。4. 君子兰。现在养君子兰非常不错，因为君子兰开花需要昼夜温差8度左右，有利于它开花不加见。君子兰是喜湿润的植物，适合在高湿度环境下生长，对光照的要求不高，只要温度适宜，光照时间长一点或是短一点都无所谓。良好的光照能够保证君子兰花颜色鲜艳。新手小白养君子兰，只要摆家里光照充足的位置，天冷少管多晒晒，能促进君子兰的叶片碧绿，容易长花剑。君子兰是肉质根，根和叶片都储存有水分，不需要浇水太多，可以在盆内埋入少量谷肥，对它开花有帮助。盆土肥沃了，每天多晒晒太阳，君子兰的花剑不费劲就长出来了。等到开花时，就可以呼呼开爆满盆花了，叶绿花艳，十分漂亮。5. 角堇。角堇是小型盆栽花，在天冷后就撒欢生长开花，养在阳台上不错，因为它耐寒，即便是把它种在院子里，冬天也照样开花，一直开花到春末。角堇比较皮实好养，它需要光照充足的环境，光照弱开花会少。在养护的过程中，除了保持土壤肥沃之外，在天冷时给角堇施肥时，可以用高钾低氮的肥料，增加抗寒力，开花量大。6. 西洋杜鹃。西洋杜鹃是杜鹃花科的一种，它可以4季开花，花友们现在养西洋杜鹃，未来半年一直开花。而且西洋杜鹃喜欢天冷的季节，在冬春2季开花比其他季节还要多而艳丽。只是养西洋杜鹃注意，天冷增加阳光，有利于它花芽分化，尤其是冬天，给它温暖的环境，西洋杜鹃才会不断的开花。7. 大花蕙兰。大花蕙兰开花量大又漂亮，十分受欢迎。要是你喜欢兰花，现在就是入手大花蕙兰的好时候。它对阳光要求少，耐阴好养，摆放在客厅散射光照处，加施磷钾肥，很容易花芽分化开花的。大花蕙兰喜欢天冷撒欢生长开花，一开花就是半年左右，秋天开到春季，只要冬季保持室温在5度以上即可安全越冬。但是要注意一点，开花期间要保持盆土湿润，若是积水或者盆土过干燥，都会导致大花蕙兰花朵过早凋谢。
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如果你还有其他适合新手的花卉推荐，欢迎评论区分享给花友。如果对分享的内容有其他意见，欢迎及时告诉花花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